关前提醒：本期视频主要面向的是比较萌新、不太熟悉一些操作的玩家。很多你们觉得很平常的小操作，可能也有人不知道。这期视频也只是希望帮助不了解的玩家玩游戏能更加方便，全部都是热知识，只是想给一些入坑原神不久的萌新玩家一些小小的帮助。大家好，我是金钱与美貌兼不具备，简称金星的金星惊魂啊。因为总是收到一些不算冷知识，但是又的确对萌新玩家有些帮助的小投稿，所以打算整理成一期给广大萌新玩家的一些 tips， 希望能帮助各位旅行者在提瓦托的冒险之旅更加便利。那么，一到末走下来，让我们直接开始。在传送加载界面下方有小 tips， 会介绍游戏小技巧或者科普游戏一些设定，手机和电脑点击都可以切换，想点多快点多快，前提是你看得过来。PS5 因为加载太快，我一条都没看完就加载完了，好气啊！但电脑插上手柄还是可以按叉切换的。电脑端在满分辨率情况下，使用快捷键 Alt 加回车可以切换全屏与窗口化。原神有快捷轮盘功能 ，PC 是按 Tab， 手柄上一般是 LB 或者 L1， 可以在设置中更改自定义轮盘，设置4个或8个功能，还可以让我们比较常用的功能放上来。用手柄玩呢，建议把角色配对放上来。冒险之阵屁用没？等下好像还真用得上这个。在单人模式下，开地图传送是救命法宝，比如萌新前期，爬山爬一半体力不足即将摔死，游泳游一半发现体力不足即将淹死，打怪打一半发现战力不足即将咒死，直接扎花了多，托气又托马嘞！打开地图将自己传送到安全的地方，地图可以再探，怪可以再打，狗命要紧。不过记住，多人模式下时间不会暂停，就看你手速了，并且在秘境以及2级室内地图中，也可以使用地图传送直接离开。尤其是一些任务指引你要先出门去，就会傻乎乎的跟着往门外跑，纯浪费时间。但也有一些情况，你舍不得回到最初的起点，依旧可以巧用角色试用和成歌湖，进入角色试用然后退出，或者传送进成歌湖，再用湖出来，都会把你送到离你最近的陆地上。在雪山寒冷值满了又舍不得传送走，周围也没有火把之类的热源，也可以进入角色试用关，等待寒冷值结束，再继续你的冒险。成歌湖也一样，传送进去，再用湖出来。不过在战斗状态下，成歌湖就不适用了，还是老老实实传送吧。我们在深渊和副本的时候，菜单是无法打开进行暂停的，但可以通过别的方法时间静止。经常需要等角色吃元素威力，但又容易被其他怪物偷袭。在触发反应后，可以直接炸哇路多，打开冒险之阵后的地图就能够暂停吃到。虽然对我这个不打深渊的人没什么用就是了。进行目标追踪时，小地图上有上下的小三角，分别代表目标位于自己的上下方。在设置中可以更改小地图方向锁定，方便不同的玩家需要。进行目标追踪时，大地图界面点击图标可以快速将视野移动到目标区域。手柄和 PS 端在大地图界面按左摇杆可以快速选择定位左上角冒险家协会、锻造等，右摇杆可以快速定位已追踪目标和玩家。在地图上可以自定义标点，选择图标，编辑名字，方便我们记录值得在此光临的地点，而且自定义标点也是可以被追踪的。在账号绑定米游社的情况下，可以进入米游社的大地图功能，同步我们在游戏中的标点，与大世界的标点互相补充衔接。我们经常会遇到想标点，但是附近有其他东西导致无法标点。电脑端在打开地图的瞬间，立刻点击鼠标，可以立刻在自己当前位置进行标点，哪怕在传送点和玩家附近都不会被影响。手机上打开地图的瞬间，点击人物背部的位置，也可以实现快速标点不被影响。PS 表示，终究是错付了。电脑端点按 Ctrl 可以切换到步行模式。该模式下不会从边缘坠落，而是会进入攀爬状态。手机和手柄都是微微推动轮盘或者摇杆，手机也可以单独设置一个切换步行与跑步的按钮，在右下角。使用莫娜、神里、早佑等角色进入特殊行进模式时，不会从边缘处坠落。用弓箭手进入瞄准模式也一样。电脑端点按鼠标中键可以快速回正视角，手柄和 PS 端好像是右摇杆，手机好像没发现。手柄按住 L2 进入瞄准模式时，打开轮盘，然后松开瞄准，再松开轮盘，可以解放手指并持续进入瞄准状态。电脑上可以用这个方法保持莫娜和神里的潜行，按住潜行，打开轮盘，松开潜行，松开轮盘。追踪当前任务位置，键鼠是按 V， 手柄是按左摇杆。手机上点击空白处就能一键拾取掉落物、金蝶等需要捕获的生物不行。电脑上先用滚轮下滑到最底下，然后开始拾取，也能明显速度更快。电脑在使用手柄的时候，点击鼠标也能一键拾取，而 PS5 只能……电脑端按 L 键可以快速打开配对，手机端长按右侧角色头像可以进入配对界面。PS 端和手柄玩家可以根据前面提到的修改快捷轮盘添加上来。手机和电脑在配对界面中都可以按住角色，拖动角色位置调换顺序。
很多动画效果可以被跳过，比如合成、料理、进行升级、家具制造、锻造等。电脑是按 ESC， 手柄是按返回。虽然每次耽误的时间不多，但能省一点就省一点。手机比较复杂，合成的时候点合成后，立刻按叉退出再进来。不过好像并没有节省时间，预算卡顿的手机可能还更慢了。但升级圣遗物的时候，点击左侧详情，可以跳过升级成功之类的动画，也跳过了让你心跳骤停的瞬间。只是纳闷，我双爆在哪去了？这咋一点都不涨呢？手机点击右侧角色的大招图标，能够切换角色并立刻释放大招。电脑都是 Alt 加角色的数字。别想逃开哦！天理长驱。手柄弓箭角色可以右侧瞄准，点击左边按钮射击，有用但不完全有用。有一些3星级武器是只能在大地图探索获取，无法通过抽卡获得，比如信使、反曲弓、甲级宝玉、异世界行迹等。我这个小号正在收集，反正还有很多，但都是大世界冒险限定的，各位都可以锁定一把留念。不过其实个人还是建议，武器强化的时候只选矿物强化，反正这些武器的经验值不多，每次一键放入还麻烦。大世界能够遇到各种现实挑战，一柄剑的是战斗挑战，准星的是射击挑战，沙漏的是竞速挑战。可以根据这些机关提前准备好角色，避免挑战开始了发现自己的角色并不合适，又得浪费时间重新来。萌新玩家前期优先去把李月的声望升级到3级，可以拿到浓缩树脂的合成图纸。用浓缩树脂后，地脉和副本效率就更快了，当然也可能演变成不闪新体力。合成浓缩后就下线。这边再给萌新玩家一些游戏上的小建议，仅个人观点看法，也不算权威参考。萌新玩家前期未开放最高级圣遗物副本前，不建议将体力都拿去刷圣遗物，前期圣遗物凑合用就行，优先将重要角色的等级、武器、天赋拉满。拉满了这些，还未达到更高级的世界等级，体力也很充沛，再考虑找大佬带刷下圣遗物本。不过无论什么时候，长镜与启示之花是绝对不亏的。圣遗物主词条差不多就凑合用，刷圣遗物也优先按照主 C 主词条正确，副 C 主词条正确，辅助车购套装，主 C 副词条小毕业的顺序去刷圣遗物。原神各方面的资源和工具都很多，米游社上面有各种大地图工具以及各种攻略的帖子视频。不管是养成角色还是收集物资或者任务解谜，都能轻易的找到攻略教程。因为总有人专门跑我私信里来问我该怎么配对养什么角色，与其等我这个10天半个月才看私信的人，比如到现在还有开半天私信没有看没有回，自己动手上 B 站或者米游社搜一下就大把的资源。而且我也只是个半吊子玩家，这些东西我肯定不如专业的攻略 UP， 误人子弟浪费你们时间精力就不好了。我会跟上的。好的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，不知道对各位旅行者有没有帮助？如果觉得有帮助的话，麻烦动动手指让我看到吧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要记得一键3连并关注我。最后感谢你陪伴的时间，期待下一次更好的相见。